爱的朋友，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最近走路时膝盖越来越卡，上下楼梯要扶着走，甚至只是从椅子上站起来都觉得膝头发紧，脚底没力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关节退化，是年纪到了的自然现象，但您知道吗？有时候问题不是出在膝盖本身，而是出在您每天喝进去的那一口饮料。我是吴佩琪医师，常年专门照顾中老年人的关节与代谢问题。在我的门诊里，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就是膝盖卡卡，关节不灵活，而其中一个被大家忽略的原因就是喝错饮料。我们常说少吃多动，但却很少人注意到喝的东西，尤其是喝进肚子里的各种饮料，其实对关节的影响非常直接，它们能决定您膝盖滑不滑、肿不肿、痛不痛。许多长辈每天固定会喝豆浆、果汁、运动饮料或咖啡，以为这些都是健康饮品，但实际上糖分、酸性、电解质失衡，甚至刺激性过强，都会慢慢破坏关节的润滑环境，让膝盖越来越紧，越走越痛。今天这集影片，我就来和大家说清楚哪4种常见饮料其实是对膝盖最不友善的隐形杀手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您平常已经有关节退化、退行性膝关节炎、腿部循环不良、抽筋水肿等情况，那这些饮料就更要慎选慎喝。我们从第一种最常见但也最容易误会的健康饮料开始讲起。很多人天天喝，却没注意到它的糖分、体质刺激与寒性体质，那就是含糖豆浆。说到早餐或点心时间，很多中老年朋友第一个想到的饮品就是豆浆。不少人会说，我不喝汽水，不喝甜饮料，我只喝豆浆，应该很健康吧？但我要提醒大家，豆浆这样喝对膝盖反而可能不太友善。首先，很多人买的是市售的甜豆浆、瓶装豆奶、早餐店的加糖热豆浆，一杯喝下去，糖分可能高达15到20克，等于3到4颗方糖。这些糖分进入身体后，不但会让血糖迅速上升，还会引起身体低度慢性发炎反应。而这些慢性发炎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关节，尤其是膝盖。有些患者来看诊时跟我说，医师啊，我最近膝盖不太对劲，走路卡卡的，蹲也蹲不下去。一问生活习惯，才发现他每天早上喝一大杯甜豆浆，当成健康饮品。其实豆浆本身是好东西，含有植物性蛋白、大豆异黄酮、微量钙质，对心血管、骨质流失都很好。但如果是加糖的、冰的，空腹喝，对膝盖反而是负担。第二个问题是豆浆偏寒凉，尤其是体质虚寒、血液循环较差的长辈，空腹喝豆浆会让胃气更虚，循环差，最先受影响的部位就是关节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喝完豆浆后会觉得膝盖紧紧的，腿发软，甚至手脚冰冷。第三个提醒，豆浆中含有天然的草酸，虽然量不高，但对于本身有关节炎、肾功能不佳或尿酸偏高的人，过量喝豆浆反而容易让钙质流失，关节润滑也受到影响。所以如果您想喝豆浆，建议这样做会比较安全。第一，选择无糖或低糖的原味豆浆。第二，避免空腹喝，最好是配合早餐，搭配主食一起喝。第三，体质怕冷、膝盖僵硬、手脚冰凉的人，豆浆建议喝温热的，或者改喝黑芝麻糊、燕麦浆，也能有相似的营养，又更温和。有一位黄太太，65岁，原本每天早上喝冰豆浆、吃水果，她的膝盖常常卡住，楼梯爬不动。我请她改喝温豆浆，不加糖，并且加1颗水煮蛋。2周后，她说，医师，我现在膝盖好多了，站久也不酸了。豆浆不是坏东西，重点是喝对方式，才能帮助我们保护关节，养出健康膝盖，而不是让它成为不知不觉的负担。那么说到喝果汁，很多人会认为它是天然的、营养的，但您知道吗？瓶装果汁和浓缩还原果汁其实可能比含糖豆浆还要更伤膝盖。很多人都以为果汁是最天然的饮料，尤其是年纪稍长的朋友常说，我都不喝汽水的啦，我只喝水果汁。但我要提醒您，果汁，尤其是市售的瓶装果汁与浓缩还原果汁，不但糖分非常高，对膝盖的伤害可能还比您想象的更大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糖分。一瓶便利商店买的橙汁、苹果汁，糖含量大约是25到30克，这等于6到8颗方糖，糖分的冲击和可乐差不多，甚至更高。这些果糖进入身体后会被肝脏代谢，过量果糖容易形成脂肪堆积，也会刺激体内的炎症反应上升。关节本身是很敏感的组织，一旦体内发炎指数高，关节囊、滑液、软骨都会开始出现轻微发炎肿胀。很多人喝完果汁后会觉得膝盖紧、
脚沉，甚至下午特别无力，这些都可能是糖分过高导致的血糖波动与微发炎反应在作祟。再来谈谈一个被忽略的点，果汁没有纤维。水果本身是好的，有果胶，有纤维，有抗氧化物，但榨成果汁后，大量的纤维被滤掉，只剩下糖和一点点维生素。这样的果汁既无饱足感，又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，尤其是早上空腹喝或者餐后立刻喝，对中老年人的血糖控制与关节保养都是一种挑战。我有一位患者姓陈，今年69岁，平时注重养生，每天早餐都喝一杯现成的柳橙汁配三明治。原本只是偶尔膝盖不舒服，但近来发现站起来膝盖会卡，走路会痛。我请他停喝果汁，改吃原型水果，像是半颗奇异果或几颗蓝莓，同时补充一点坚果和蛋白质。不到3周，他的膝盖卡卡的情况明显改善。这也说明不是水果不好，而是果汁这个形态对中老年人而言过于刺激与单一。那如果真的想补充水果营养，怎么吃比较安全呢？第一，选择吃完整水果，尤其是富含抗氧化成分的蓝莓、木瓜、梨子。第二，每次量不宜多，一天1小份就够，约一个拳头大小。第三，避免空腹吃，也不要单独当正餐，建议搭配蛋白质、坚果或主食一起吃，减缓血糖冲击。很多长辈以为水果打成汁，装成瓶就更好吸收，营养更多，但对膝盖来说，这样的快速吸收反而是最可怕的。因为它会让关节在不知不觉中被发炎，反应伤害，润滑不足，变得越来越不灵活。喝对了东西，膝盖才会顺，腿才会稳。那么说到为了补充电解质而喝的运动饮料，很多人以为是健康人喝的，其实对中老年朋友的关节来说，反而有可能让肿胀和卡顿的情况更加严重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第3种隐藏危机的饮品——运动饮料与电解质水。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天气热、流汗多、散步完后会喝瓶运动饮料，像是电解质水、含盐饮料，以为这样可以补充体力，防止抽筋，甚至有人每天喝一瓶当水喝。但我要提醒您，这类饮料对膝盖与关节的影响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运动饮料是为谁设计的。它们本来是针对大量流汗、剧烈运动的人，像是运动员、长跑选手，在高强度训练中流失大量水分与电解质，需要快速补充钠、钾、氯化物才能维持身体平衡。但对于大多数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日常活动强度并不高，汗量也不大，这时候再喝下高钠、高糖的运动饮料，反而会造成体内电解质比例失衡、水分滞留，甚至加重下肢水肿与关节肿胀。我曾遇过一位70岁的陈先生，为了预防抽筋，每天都喝一瓶电解质水，甚至当成白开水来喝。结果几周后，发现小腿越来越肿，脚踝晚上明显浮肿，连膝盖也常觉得胀胀的，走路发沉。一检查，血压偏高，肾功能开始吃紧，才知道这些为了健康喝下去的饮料，反而拖垮了循环系统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这类饮料常含有人工色素、香料、防腐剂与甜味剂，这些成分对中老年人体内的代谢与微循环都是一种负担，特别是滑膜组织与软骨的代谢变慢，容易出现关节僵硬、晨起卡顿的现象。第三，有些品牌还额外添加了咖啡因、兴奋剂或大量果糖，这些不仅会让心跳加快、肾脏负担增加，还可能在无形中导致发炎、反应提升，膝盖更容易酸胀与疼痛。所以，如果您是轻度运动、日常活动为主的银发族，不建议常态性饮用运动饮料或电解质水。若有抽筋体质或特定电解质需求，建议先检查血液指数，再由医师指导补充方式与分量。那万一真的流了很多汗，怕电解质不平衡该怎么办呢？医师建议您可以这样做：第一，多喝白开水，流汗后可以加一点点天然盐或吃半根香蕉搭配水分摄取，自然补充钠与钾，而不需仰赖瓶装饮品。第二，可以自制简单电解质水，温水1杯，加一小撮天然海盐，几滴柠檬汁。这种天然、低糖、无添加的方式比市售饮料更安全、更平衡。第三，补水不要一次灌太多，而是少量多次，慢慢喝，让身体循环系统不会瞬间负担太大，避免水肿、腿胀与心悸。记得，真正帮助关节的饮品是帮助代谢、维持电解质平衡、降低炎症的，而不是让您喝了冰冰凉凉、感觉精神的就一定有益。那么说到冰冰凉凉、提神醒脑，很多人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的就是咖啡，但咖啡喝不对，对关节的影响也可能悄悄出现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4种最容易被忽略的关节地雷饮品——咖啡。
说到咖啡，许多长辈每天都会说我不抽烟不喝酒，但一天没喝咖啡就觉得浑身不对劲。确实，适量喝咖啡对中老年人是有益的，能提神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甚至帮助代谢。但我要提醒您，咖啡喝过量，尤其是空腹喝，长期喝太浓，喝太多，对关节健康反而是一种慢性消耗。首先，咖啡本身是刺激性饮品，它会促进肾脏排水、利尿，这听起来好像不错，但实际上会让体内矿物质流失更快。像是镁、钾、钙这些和神经与肌肉收缩平衡相关的重要元素，一旦大量排出而没补回来，就容易造成小腿抽筋、膝盖僵硬、脚底麻木。第二，咖啡中的咖啡因会刺激交感神经，使心跳加快、血压上升。短时间可能觉得精神好，但对原本就有高血压、血糖不稳、心血管问题的长辈来说，这样的刺激反而会让关节滑液循环变差，造成关节摩擦感上升，卡卡不顺。有些病人会跟我说，一是我喝了咖啡后觉得脚底发热、膝盖酸，这是好现象吧？其实那种发热感往往是微循环受刺激后的短暂反应，长期来看反而会让下肢末梢血管变得更敏感，更容易水肿或疼痛。第三个问题是咖啡常常配错，很多人一喝咖啡就会想吃甜食，像是饼钱、蛋糕、甜面包，这样一来就不只是咖啡因的刺激，还多了高糖高油的组合，对血糖稳定性、关节的抗发炎能力来说都是一大挑战。我有一位67岁的张太太，原本每天早餐只喝黑咖啡配几片饼钱，觉得这样清爽又不会变胖，但半年来她常常反映膝盖酸、脚踝肿，尤其早上起床后走路总觉得卡。经过详细问诊后，我请她先将咖啡从早上空腹喝改成饭后1小时再喝，甜饼前换成少量坚果或半颗水煮蛋。1个月后她回诊说，现在早上走路变轻松多了，脚也不会那么麻了。所以咖啡不是坏东西，但关键在于何时喝，喝多少，怎么搭配。医师的建议如下：第一，咖啡每日不超过1至2杯，中杯为限。第二，避免空腹喝，最好在早餐后1小时再喝，减少对胃与血糖的冲击。第三，选择低糖、无奶精、不加化学香料的单纯黑咖啡，或加一点鲜奶，会比3合1健康许多。第四，若您有骨质疏松、心律不整、高血压或关节退化问题，更应该控制咖啡摄取，并搭配温水与钙镁平衡饮食。很多人会说，我就这杯咖啡提神啊，不喝就浑身不对。但其实若我们吃得对，喝得稳，血糖平衡，循环顺畅，自然不容易疲倦，也就不必靠过量咖啡硬撑精神。那到底什么才是中老年人真正对膝盖友善的饮品？每天该怎么喝才能让关节润滑、循环顺畅、走路有力？接下来让我来做个总结，并提供几个实用又简单的养关节喝法建议。今天我们一起聊了4种最常出现在中老年人生活中的饮料，包括含糖豆浆、水果优酪乳、运动饮料以及咖啡。它们原本看似健康，看似无害，但一旦喝错时机、喝错搭配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就可能成为关节卡卡、腿部酸胀、水肿疼痛的隐形元凶。膝盖是我们全身最重要的活动枢纽之一，一旦退化，不止行动不便，连生活品质都会大受影响。特别是65岁以后，身体代谢慢，排毒能力弱，关节润滑液减少，更需要从吃与喝来维持膝盖的稳定与灵活。那到底该怎么喝才能真正保养我们的膝盖和关节呢？作为一位长期照顾中老年人的医师，我给大家几个简单又实用的建议。第一，每天的主要饮品应该是温热的白开水，不要等口渴才喝水，而是定时少量多次，帮助血液循环与代谢。第二，早餐建议搭配温热无糖豆浆或白开茶，避免果汁、冰牛奶或含糖饮品，避免早上血糖波动与寒气刺激。第三，若想补电解质或矿物质，不必靠运动饮料，可以选择天然的方式补充，例如饭后吃半根香蕉，喝一杯淡盐水或小米粥，既温和又不刺激肾脏。第四，咖啡若要喝，就在早餐后1小时再喝，搭配坚果或水煮蛋，避免血糖起伏与胃刺激。控制分量在1天1到2杯，最好是黑咖啡或少糖鲜奶咖啡。第五，如果你想加点风味，也可以试试一些对关节友善的天然饮品，像是姜茶、枸杞茶、玉米须水或无糖菊花茶，都有温和促进循环的效果，但记得适量，不宜过浓，也不要天天只喝同一种茶。第六，如果已经有明显的关节肿胀、膝盖退化，请尽量避免冰饮，尤其是冰果汁、冰咖啡、冰可乐这类刺激性高的饮料，这些会让滑膜发炎加剧，
反而让膝盖更卡。其实喝对了，不只是嘴巴舒服，整个人的关节、腿力、精神状态都会改善。我最常对我的患者说的一句话是，饮料不是拿来解嘴馋的，而是帮身体做好润滑与保养。如果您或家人也有膝盖卡、腿无力、水肿酸胀的情况，不妨从明天开始重新检查一下自己每天喝的东西，也许只是一杯改对的饮料，就能帮助您走得更稳，站得更久，动得更自在。我是吴佩琪医师，关心您的每一步脚力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留言与我分享，也记得把这集转给正在为膝盖发愁的朋友们，让更多人一起喝得对，动得好，活得轻松。我们下集再见。